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11月28日啊。嗱，咁啊呢個星期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中英關係嘅題目可以講講嘅，因為咧英國啊新政府上台之後咧，施紀賢上台啦。咁當時咧有好多人都相信咧，即係呢個嘅中共啊同埋呢個工黨之間咧一定有好多往來噶啦。咁而事實上亦都係如此啊，因為咧大家都係同氣連枝嚟嘅。大家都係社會主義嘅追隨者，大家都係左派，咁所以施紀賢同習近平自然就眉來眼去啦。咁唔單止係咁啦，佢上台之後咧就派咗外相去北京，結果咧就係熱面孔就貼上冷屁股，只係見到王毅啊。咁部長對部長本身就應該合規格嘅，但係如果中方極之重視嘅話咧，就應該係派啲更高級嘅官員見面，但係最後冇啊。後來施紀賢咧就同習近平見咗面。冇提到47人喎，因為當時就啱啱發生咗47人嘅判決，冇提到，不特止只係提咗黎智英啫。而咧亦都希望咧中英係重回翻黃金時代。呢個中英嘅黃金時代咧可以詳細講講。喺90年代咧，中英關係係跌到最低點嘅，因為香港政改問題。中方係不能接受香港咧有政治改革，係推行民主化嘅，因為對北京嚟講咧，槍桿子裏出政權，權力同江山係打翻嚟噶嘛，憑乜嘢要俾人民去分享啊？咁所以佢就唔接受彭定康嘅政改，而因為咁咧影響到中英關係嘅。中英關係一直都係好惡劣噶啦。去到2009年咧就係一個契機，就係因為歐債危機出現咗。歐債危機出現咧，令到英國政府咧就係擔心咧嗰個國家經濟係會崩潰喎。咁所以就好希望咧中方嘅投資，因為中國加入咗 WTO 之後咧就一日千里啊嘛。咁所以咧當時喺呢個卡梅倫做首相嘅時候咧就係中英關係咧就叫做黃金時代啦。呢個黃金時代來臨咯，習近平咧又訪英啦，見到英女王啦。咁然後咧中方好多投資就喺英國度咧係興建啦。而家你去下金絲雀碼頭，去下 Waterloo 附近嘅一啲嘅地段，嗰啲高樓大廈咧好大量都係中資集團起嘅。然後甚至乎收購咗一啲嘅即係重要嘅基建，包括喺2018年收購咗皇家造幣廠，然後咧就有 5G 嘅興建啦。咁但係直至呢個黃金時代去到2019年，香港嘅問題爆發咗，中英關係咧又再跌入低點啦。因為咧英方就覺得香港問題係有歷史責任，中方係唔能夠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嘅。但係中方就話聯合聲明已經係成為歷史文件㗎啦，因為聯合聲明係過渡咗變咗基本法之後咧就係國家我國嘅內政嚟㗎，唔到你英方說三道四你哋而家已經日不落國，已經沒落啦，自身難保啦。咁所以當時中方就有咁嘅立場，但係英方就覺得呢個係我哋歷史責任，所以就擴大咗居英權，就推出咗個叫 BNO 嘅計劃，5+1嘅計劃。但係中方咧喺呢個時候就指責佢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因為中英聯合聲明嘅附件就定明咧英方係不得擴大居英權嘅。所以當時英方好克制，淨係俾咗啲重要嘅公務員或者啲傳媒人士，好似 Jimmy Lai、黎智英、徐少華老徐，即係俾咗呢啲人咧，或者係梁振英呢啲政治敏感嘅人士係有居英權嘅啫，其他人咧就冇嘅。咁但係喺呢個時候咧，中方又指控佢咧擴大居英權咧5+1計劃係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由此可見，中方嗰種彈性原則、彈性立場係幾厲害啊！但係咧而家即係喺19年之後咧，英方嘅立場就好強硬啦，就包括呢個嘅約翰遜啦，後來辛偉誠都好強硬。啲人就話辛偉誠會投共啊嘛，呢個好明顯係嗰啲假新聞、假傳媒去抹黑辛偉誠啊。而事實上喺辛偉誠執政嘅時候咧，對中方嘅態度係非常強硬嘅。其中喺皇家造幣廠事件就睇到啦，皇家造幣廠咧就係2018年咧中方購買嘅一個地段嚟嘅，咁已經有200年嘅歷史，非常之古雅優雅嘅建築嚟嘅，裏邊可以咧住到咧即係數百人嘅，同而家咧喺倫敦市中心即係所有領事館雲集嘅區域啊，中國領事館都喺嗰度啦，其實就係即係完全係不能相提並論嘅啦。咁所以中方咧就好希望將中國領事館搬去嗰度。搬去嗰度就威好多啦。第一、第二咧就可以容納到好多外賓，同埋咧領事館使館人員都係住入去。加上咧英國嘅留學生有咁多中國在英留學生，即係如果你個領事館大咧，裏邊搞活動搞會議做情報工作各方面都非常之有利啊嘛。咁但係辛偉誠就否決咗就認為咧
有國家安全理由，唔可以俾佢搬啊。咁啊，倫敦市警察局局長就話：喂，喺皇家造幣廠外邊咧，只可以容納到200人示威啫。喂，如果中方搬去嗰度咧，人手就不足噶啦。嗱，其實而家目前咧，倫敦市中心咧嗰條街啊，領事館街，根本上咧容納到嘅示威人數咧都係100-200人嘅啫。咁所以分別唔大啊。但係倫敦市政府嘅解釋就話唔係，因為而家中國領事館嗰度咧，即係以前孫中山俾人綁架嘅地方啊，就係領事館雲集啊，同一條街都有好幾個國家領事館啦。所以咧，佢哋佈置人力咧就方便好多。巡邏嘅人員咧，亦都集中好多。如果佢突然間有一個領事館，仲要咁敏感嘅國家，就搬咗去咁遠，搬去倫敦咧，咁啊，倫敦警察就唔夠人手嘅。咁所以呢個係國家安全理由嚟嘅。而且你個領事館大咗咁多啊，會唔會情報工作，甚至乎特務工作或者係海外警察，喂，對英國嘅居民咧造成國家安全嘅威脅啊？所以辛偉誠係堅拒咗嘅。但係而家施紀賢上台咧，喂，會唔會呢樣嘢係會讓步咧？如果你話讓步換取黎智英同47人嘅釋放，可能咧施紀賢係會加分嘅。咁但係有冇咁嘅能力咧？施紀賢似乎就冇啦。因為施紀賢咧，而家英國經濟實在係日落西山啦，不斷加稅，加上咧施紀賢咧係工黨出身，佢哋好希望用政府力量投資改善經濟啊嘛。就係要擴大政府嘅權力噶嘛，但係好明顯就係英國政府係冇錢去做呢樣嘢，高鐵都起唔成啦，係咪啊？咁所以當日咧 Boris Johnson 咧就否決咗中方興建高鐵嘅計劃，因為中方咧就話3年起得成嘅，佢帶人嚟，帶技術人員嚟，帶埋材料嚟，可以一日咧分3班，24小時不斷開工，3年一定起得成。如果英國人自己起咧，起10幾年都起唔成，而家結果起10幾年都係起唔成啦。唔單止起唔成啦，英國嘅高鐵仲要 cut 咗一半啦。而家只係由呢個伯明翰去到倫敦啫，曼城嘅線或者愛丁堡線完全係落空咗啦。咁如果中方話成條線由愛丁堡去到倫敦3年佢起得成，咁呢個都係理所當然嘅。中國起高鐵就係全世界首屈一指噶啦。咁但係施紀賢上台咧，又好希望咧做翻呢樣嘢，因為以前 Boris Johnson 也好，或者係保守黨也好，喂，對於華為 5G 咧都係即係非常之嚴厲，要拆毀翻華為嘅一啲嘅設施。咁所以施紀賢上台咧，佢嘅唯一嘅板斧要改善英國嘅經濟，就係要透過中國嘅投資。所以對中國軟弱咧，就似乎係難以避免。咁但係英國始終係民主社會，唔係你話想軟弱就軟弱嘅。你可以軟弱，但係咧會有其他嘢制衡你。咁結果咧喺26號今個星期呢個下議院咧就係進行咗一個辯論，喺琴日就通過咗啦，就係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Taiwan。就關於呢個台灣喺28號嘅時期咧，就終於通過咗，係全票通過，而提出嘅人咧，仲係工黨嘅議員添。咁全票通過就係關於台灣嘅國際地位。咁台灣國際地位係佢想表達啲乜嘢咧？呢個嘅國會文件咧，佢就指出咗原來咧中方喺長時間嘅國際論述裏邊係曲解咗關於咧呢個聯合國喺1971年嘅決議佢裏邊對於一啲台灣權益佢係長期扭曲嘅。台灣國際地位呢個有台議案，結果咧今日係全票通過啦。咁因為咧北京係曲解咗聯大嘅2758決議咁而呢個嘅派咗外相嘅副大臣呢個韋善晴咧去代表回應。咁自此之後咧，英國嘅立場咧對於台灣你可以話係更加友好嘅，因為呢個咧係打咗一個嘴巴啦。因為當時咧蔡英文諗住訪英，結果咧就係被拒絕咗有啲新聞傳出，就係話施紀賢係援咗呢個嘅蔡英文訪英，咁似乎呢個都有可能嘅。咁但係問題就係，喂，英國嘅朝野咧唔係一致啊嘛，唔係鐵板一塊嚟噶嘛，所以咧朝可以否決蔡英文嚟英國，但係野咧就唔一定係完全有咁嘅共同想法喎。結果而家咧就通過咗呢個友台法案啦。呢個友台法案咧就係英國政府要進一步澄清呢個2758咧其實不涉及台灣關係嘅。咁我今日咧用咗幾個鐘頭睇晒80頁嘅2758嘅一啲嘅資料個會議記錄完全睇晒。咁呢度就釐清咗咧2758方案啦，當時嘅一啲嘅討論啦。因為當時喺1971年10月25號就係喺紐約咧聯合國總部討論嘅。
嗱，呢個聯合國總部咧，以前咧台灣人啊攞住中華民國護照咧就可以入到去喎，但係1971年咧11月25號之後咧，攞住中華民國嘅護照就不能入去嘅。你今天咧攞住中華民國嘅護照可以去到美國唔使簽證，但係就入唔到聯合國。個原因就係因為呢個2758，但係呢個2758 80頁紙裏邊嘅會議記錄咧，我睇晒唔同國家嘅發言。英國咧係基本冇發言嘅，因為英國咧喺1950年啊，最首先同中方建立外交關係嘅西方國家。咁啊，然後咧一直希望保持同香港同埋上海嘅經濟利益啊嘛，呢個就係英方嘅遠東策略。所以佢一直希望討好北京嘅。所以喺呢個嘅2758方案裏邊咧，英方係表示沉默，但係佢係投贊成票嘅，因為佢係盟友嚟嘅喎，佢都擔心激怒中方咧收回香港利益嘅喎，咁所以呢個英方咧係非常之軟弱嘅喺1971年嘅時期。咁但係有啲國家就好強硬喎，包括澳洲、新西蘭、沙特阿拉伯就多次咧捍衛咧蔣介石中華民國嘅權益嘅。咁喺呢個討論裏邊咧，後來有一個叫雙亞方案，叫阿爾巴尼亞同阿爾及利亞方案。咁呢個咧成個討論裏邊咧都冇提到台灣以後係可唔可以加入翻聯合國，重返聯合國，即係呢個中華民國有冇討論？冇討論過。咁但係中方長期就對外扭曲，話呢個嘅2758咧就說明咗呢個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呢個世界只有一個中國，反對一中一台。呢個就係中方長期嘅論述，而事實上2758裏邊咧係並冇討論過呢一點。2758係討論乜嘢咧？就係討論到底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能夠取代中華民國。咁最後咧就係大比數投票係支持咗取代中華民國嘅，呢點係冇問題啦，係大比數喎。咁但係咧美國咧當時咧就諗咗一個方法啦，就叫雙重代表。蔣介石一直係反對雙重代表嘅。就認為咧雙重代表就係喂，如果中華民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喺呢個嘅聯合國，咪即係等於分裂中國咯，兩個中國咯。所以咧美國提出嘅雙重代表咧，最後其實中華民國咧蔣介石亦都係無動於衷嘅。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佢就係被取代咗。呢個被取代咗咧就係冇辦法啦。呢個第一點係被取代。第二點咯，除咗呢個被取代之外咧，佢係其實大比數嘅，係56票啊。咁呢個嘅大比數地壓倒，咁而被取代咗之後咧，所謂係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啦。呢個嘅雙亞方案咧，最終係通過咗，就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嘅合法權利。咁同時間咧就有所謂驅逐呢個字。為咗驅逐呢個字咧，係鬧大交喎，喺個會議記錄裏邊。沙特阿拉伯話：你如果驅逐中華民國，你不如驅逐埋我啦。沙特阿拉伯係咁勇敢喎當時。咁美國咧亦都捍衛唔可以驅逐呢個嘅中華民國，因為認為咧如果驅逐咗中華民國咧，就等同咧係可以開咗先例，隨意喺聯合國驅逐其他國家喎。咁呢個係對聯合國嗰個共識係有問題噶嘛，所以咧就反對。但係結果咧中方嘅票數都壓倒性噶嘛。因為有阿菲拉兄弟啊嘛，同埋咧除咗阿菲拉兄弟，即係歐洲基本上咧係德馬爾他係反對嘅，其他歐洲國家咧，包括我哋熟悉嘅歐洲國家，英國啦、烏克蘭啦、南斯拉夫，當然啦，呢啲都係親共嘅國家啦。荷蘭、愛爾蘭、意大利呢啲咧，即係傳統資本主義嘅國家咧，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白俄羅斯，全部一致支持係中國嘅。呢一點咧都係即係要細讀翻呢個資料先發現到啊。咁咧後來咧就係決定咗用驅逐，但係驅逐蔣介石為代表嘅一個竊據蔣介石驅逐，就用咗驅逐呢兩個字，最終咧又係高票通過咗。喺呢個嘅11月25號就係通過咗中華人民共和國代替中華民國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驅逐中華民國作為呢個聯合國嘅代表，咁驅逐咗。咁但係驅逐咗幾個鐘頭之後咧，蔣介石即刻修改咗自己嘅文件，對國內啲人宣稱係自己退出嘅，但係事實上人哋已經通過咗係驅逐噶啦，所以佢喺一日之後咧，喺11月26號咧就話自己退出，咁呢個咧係不合乎歷史事實嘅，但係誤導咗好多人。到今天咧，好多人仍然認為係蔣介石自己退出嘅，佢自己退出係有發表過呢個自己退出嘅聲明，但係事實上喺佢自己退出前咧，已經係被驅逐咗。呢一點咧係冇爭議嘅，因為蔣介石咧佢當時咧數票，
佢仲以為係會最多打和添，唔相信自己會大比數落後票數嘅。當佢後來咧希望接受雙重代表嘅時候咧，已經為時已晚啦，冇足夠時候俾美國去拉票，因為佢遲都唔肯答應雙重代表。咁但係問題，英國政府今日咧通過咗呢個決議，就係去指正翻中方長期利用外交錯誤嘅論述，就話呢個2758咧係即係否定咗台灣嘅國際地位。佢冇喎，其實呢個2758係取代咗中華民國第一，第二係驅逐咗蔣介石為代表嘅政治團體，但係咧就冇講到台灣即係中華民國以後是否可以重返聯合國，亦都冇講到咧台灣領土問題係咪會回歸，係咪會如何處理，係冇討論嘅。但係中方長期就誤導咗國內嘅民眾同國際社會，所以而家英方咧就強硬起嚟咧，通過咗呢一個嘅決議，就指正翻以後咧關於呢個台灣外交咧嗰個問題咧，北京係長期曲解嘅咁唔應該任何人咧阻止中華民國或者阻止台灣係加入聯合國，即係反聯咧同埋入聯咧都唔應該阻止嘅。反聯同入聯係有兩個唔同意思嘅，反聯就係用中華民國重新返回聯合國，咁呢個咧個技術上相對簡單啲，但係當然咧都唔夠票嘅。入聯咧就要重新加入去申請。咁但係問題，中國係常任理事國啊嘛，如果入聯咧就一定要中國同埋俄國同意先得嘅，即係如果台灣用自己台獨身份入聯，就一定要北京同埋莫斯科同意，但係反聯又唔需要喎，反聯咧就可以啦，喺大會裏邊咧，只要有過半數嘅投票支持咧，佢就可以反聯，兩者係有分別嘅，所以呢點咧喺台灣國內咧島內咧都有好大嘅爭論咁到底要反聯定係要入聯咧？咁但係現實上目前咧反聯係唔夠票，入聯咧北京係有一票否決，所以目前係唔得。咁但係英方通過咗呢個嘅友台方案咧，就係要喺國際社會上面要指正中方長期誤解咗曲解咗呢個論述啊嘛，呢個2758係冇討論過台灣嘅國際地位嘅，只係指出咗呢個嘅聯合國嘅議席係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嘅，咁亦取代咗唔代表佢唔存在喎，因為喺1971年以前咧，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唔喺聯合國裏邊噶嘛，咁亦都唔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喺1949至1971年係唔存在啊嘛，咁所以咧唔代表佢唔喺聯合國呢個政治實體就不存在。呢一個喺80頁紙當年1971年嘅會議記錄裏邊咧，已經有多個代表咧係講咗啦。你無論如何都否定唔到台灣咧係有1400萬，當年係1400萬，而家有2000幾萬人啦嘅政治實體嘅。所以當時有無數嘅國家嘅發言人已經講咗，台灣係一個政治實體呢點咧係冇辦法否定到。但係驅逐呢個字咧就用咗80次，整個會議記錄咧有80次係關於驅逐，所以唔好再同我講話台灣冇俾人驅逐係自己退出嘅，嗰啲咧係即係精神勝利法，唔係歷史考證嘅事實。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即係我自己對中英關係咧就相信佢未來幾年一定係會英方好大力討好中方噶啦。咁但係問題就係間中如果爆一兩單呢一啲嘢出嚟咧，咁中方亦都下唔到啖氣喎。呢個就說明到民主社會朝野之間，即使喺執政黨內部都有好多矛盾，難以係統一意志嘅。所以咧，施紀賢想完全討好共產黨咧，亦都唔容易。咁當然啦，我就話如果用呢個中方領事館可以換嚟黎智英同埋47人釋放咧，咁呢一點可能就會令到一啲人係會即係比較能夠接受嘅。或者中英關係換嚟即係良好嘅契機而釋放呢啲人係比較容易接受，又唔係唔可能嘅。美方啱啱都爭取咗3個人被釋放啊嘛，呢個可以留翻喺過2日啦直播嘅時候再詳細同大家講。今日講到呢度，拜拜。